曾经听说有人看到过海市蜇楼，那么在火星巨大的冰湖下面，有没有可能曾经孕育着生命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宇宙频道。没关注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用你指点迷津的小手点一个关注。欢迎强烈推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关注星河遨游宇宙不迷路。今天我们一起遨游宇宙，探索8大行星中的火星。因为火星离地球的距离和距离太阳的位置呢，研究人员把火星当作迈向太阳系各处的第一站。我们都知道，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水和空气，那么空气可以用液态氧供给，但如果向太空中运输大量的水，成本是不是就太高了呢？所以科学家们只能考虑利用火星上的其他资源，看能不能生成水，比如极地是不是有冰的存在。就在科学家们利用探测器相继登陆火星的时候，7月号火星车在勘测火星表面多块陨石的风化作用时，发现这颗红色星球表面含水量非常少。那么火星究竟有多干燥呢？地球的沙漠已经很干燥了吧？那铁在沙漠中生锈是非常的慢的，而火星上的生锈速度可能只是沙漠上的1/1000。在这样的环境中，皮肤会迅速干燥衰老，听起来还真是很可怕。但是呢，由于火星全球都沐浴在太阳的辐射中，拥有稀薄的大气，然后也不适于居住。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天体生物学家认为，在火星表面之下或许有充足的地下水，能够支持微生物存活。那我们继续往前看，在火星遍布裂缝和凹坑的乌托邦平原下方，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冰湖，其蓄水量相当于苏必列湖。该冰湖沉积的纬度大约位于从赤道至极地一半的位置。目前水冰物质并不能持续存留在火星表面，因为它们将升华成为水蒸气，进入火星稀薄干燥的大气层。同时乌托邦平原覆盖着1至10米厚的土壤层，对于水冰升华进入大气层起到了屏蔽作用。目前科学家使用火星勘测轨道器、地面穿透浅层雷达仪，在乌托邦平原地下发现一个巨大冰湖。这项研究证实，巨大冰湖是大量水冰混合着灰尘和岩石。同时，专家表示，该区域可能曾经存在过生命，而雷达仪对该区域进行高达600多次高空勘测。分析数据显示，该地下冰湖厚度大约是80至170米，其成分50到85%是水和冰，那混合着灰尘和岩石。我们再看已经出版的《自然通讯》杂志上，相关研究人员发表了7月号对火星表面陨石的分析结果。大家知道吗？该火星车已经在红色星球上漫游了12年之久了，到现在尤其已经更久了。来自G1号的科学合作团队称，有证据显示火星有超过30亿年的时间是潮湿和宜居的。然而最新研究表明，现在的火星非常的干燥。我们如果认为火星上有生命，那它们也应该是在地表之下，远离干燥与充满辐射的火星表面。当时好奇号火星车发现的一块陨石，科学家们称它为暖钻岩石，
由于火星大气层缺少氧气和水分，火星表面的陨石可持续存在数百万年。因此，科学家们也认为这块奇特的金属陨石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而且，白天拍摄的火星紫外波段图像展示了大气层内的臭氧含量如何随着季节改变而发生变化。另外，也可观察到在午后时分，在巨型火山的山顶上空，云层是如何形成的。而拍摄于夜半球的图像则反映出一氧化氮产生的液气灰辐射效应。液气灰是一种常见的行星大气现象，指的是即便在完全没有外部光源的情况下，行星大气所产生的暗淡发光。昼半夜的紫外波段图像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展示靠近火星南极上空大气以及地表的情况。此时，火星南半球可能正在迎来初春时节。那么，如果火星也能如地球一样一年有四季，是不是我们能利用的资源会更多呢？好啦，本期就分享到这里啦。欢迎喜欢天文爱好者和我一起讨论太空知识。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指正。我是星河，你是宇宙，关注星河，遨游宇宙不迷路。我们下期见。